且进入2026年呢，我们看到哇，开局中港股的这个科技股啊，它是表现不错的。驱动这一次开门红的一个核心的力量是什么呢？过去1年啊，AI 相关的那个投资和产业的活动，它贡献了美国 GDP 增长的那个1/3，在股市上呢，它撑起美国1半以上的涨幅。而在港股呢，它在2025年初吧，从 DeepSeek 发布以来呢，腾讯啊、阿里啊、百度啊等7家深度部署这个 AI 的那个上市科技龙头，一度也贡献了恒生指数近40%的回报。中国的科技发展路径，它跟美国是全然不一样的。在美国呢 ，AI 的游戏基本上是巨头的游戏，而在中国 ，AI 是全民参与的战场。简单的说呢，中国的科技加速它不是靠垄断的，它是靠竞争，不是靠封闭，而是靠开放，不是靠一个人跑得快，还是几个人跑得快，而是靠一群人要跑得稳，这才是能够真正做到弯道超车的情况。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你好，我是伟健，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财经股市。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聚焦中港股在2026年到底会怎么发展啦。那去年呢，对中港股而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强劲的一年呐。去年1月尾呢 ，DeepSeek 是以质优价廉的 AI 模型震撼全球以来呢，中国科技行业呢就开启了一个范式级的一个转移啊。那尽管宏观经济层面呢，依然是面临了房地产呢，还有消费端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挑战啦。但是中国科技股在2026年开局呢，便是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呀！那境内科技指数呢，在短短1个月内呢，飙升近13%，表现是远超于美国的纳斯达克的。那无论是商业火箭呢、机器人，再到备受期待的 DeepSeek R2 迭代呢，大家都在猜测新一代的 DeepSeek 面世之后呢，会不会复制去年血洗美股、提振中港股的一个场景呢？而在这一轮由技术自立自强驱动的牛市当中，投资者该如何区分真突破与估值泡沫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Areca Capital 的首席投资官庄清秀来和我们分析更多。清秀你好。伟健你好。好，清秀，首先呢，我想要请你先回顾一下我们在2025年中港股市场的一些表现呢。你觉得在过去这一年呢，最值得关注的一些亮点或是一些转折点有哪一些呢？可能市场普遍的认为，那个2025年初的 DeepSeek， 尤其是在农历新年前嘛，突然间就爆发出一款大模型 R1 吧，那时候，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那么震惊呢？是因为他的团队清一色都是本土的那个毕业生，没有一位是海归，可是他却实现了接近国际顶尖水平的那个性能。这标志着那个中国啊，它的自主研发的能力是有实质性的跃升的。所以呢，这件事它彻底改变了全球资本对那个 AI 投资的一个逻辑，也成为2025年科技股的那个估值的重估吧，它是关键的一个催化剂。但是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波中港股市的转折，其实它早在2024年9月就开始了。那时候呢，那个恒指啊，从底部开始企稳反弹，只是全球的市场当时没有太注意。那些关键的拐点，我会归纳为3个。其实有一个是美联储明确的开启那个降息的周期嘛，所以流动性改善啊，风险资产得到一些支撑。第二呢，是中国政策全面发力，它从一开始的那个5.4万亿按揭在融资，楼市托底，还有那个比亚迪的销量，是那个销量超特斯拉，华为突破芯片的那个封锁，推出高端的那个3折叠的手机，再加上国产 AI 芯片替代啊，科技啊，与经济信号那种高度密集的发出。第三呢，还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那个软硬实力同步彰显。还记得我们的那个黑神话悟空吗？他当时不是引爆全球的关注吗？那再加上那个洲际导弹在太平洋试射
成功嘛，它展现了一定的那个战略定力吧，所以也不只是 DeepSeek 这个话题吧。所以是很多因素综合推动的这个中港股的一个推升了，对不对？那么其实清秀，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一些进入2026年呢，我们看到哇，开局中港股的这个科技股啊，它是表现不错的。可是我想要请问一下，你觉得驱动这一次开门红的一个核心的力量是什么呢？还是继去年的一些推动的因素吗？还是有一些新的催化剂了呢？确实，到现在到昨天为止，中港科技股的那个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啊。它的背后呢，我们觉得不是情绪的一个驱动，而是有扎实的一个结构性的支撑。我觉得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吧。过去一年啊，AI 相关的那个投资和产业的活动，它贡献了美国 GDP 增长的那个1/3，在股市上呢，它撑起美国一半以上的涨幅。而在港股呢，它在2025年初吧，从 DeepSeek 发布以来呢，腾讯啊、阿里啊、百度啊等7家深度部署这个 AI 的那个上市科技龙头，一度也贡献了恒生指数近40%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很多家的公司啊，已经明确的披露说在，AI 的相关业务啊，它的收入占比持续的提升，毛利率有改善，费用率也下降。这说明 AI 从资本开支，正式进入盈利兑现的一个阶段。所以问到那个驱动这一转变的关键，其实我觉得是中国在大模型领域的开源战略。像阿里的千问，像深度求索的 DeepSeek，智谱的 ChatGLM 还有上海 AI 实验室的 IntelLM， 这些模型不仅仅是突然间性能提升全球的潜力，而且它是完全开放的，是支持商用的。到2025年底呢，它的那个全球啊，它是超过62%的那个大模型衍生品都是基于这个中国开源底座的，所以这让中国在芯片受限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和生态慢慢的实现了弯道的超车吧。那还有另外我要说的就是那个估值和资金面也在转向，相比美股的那个科技股，它的估值还是相当的高的，而且预期也很高。那显得那个中港科技股的风险收益方面呢，就明显的比较合理了。中国采取的是政府和产业双轮动的，虽然它的私人部门的 AI 投资的规模只是美国的1/6，重点它投向芯片啊、基础模型啊，它其实超前布局那个卡脖子的这个环节，这说明中国整体在 AI 的投资规模啊，虽然它现在是远低美国，所以还不到泡沫化的时刻吧。再加上那个科技自立自强已经正式纳入15的国家战略嘛，政策确定性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轮开门红是技术落地盈利拐点、资金轮动、政策托底的4重共振的一个结果吧。我们认为2026年很可能是中国科技资产系统性重估的一个起点。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新秀，其实我们也知道中国的那一个内部的一些内需啊、经济数据这一些，其实还是令人担忧的。你觉得这一些是投资者需要感到担忧的一些因素吗？当然，这个确是一个隐忧吧。但是我觉得市场走强跟现在或者是过去的一些经济数据好不好，可能没有太大的关联哦，而是要看接下来经济，尤其是刚刚你提到的内需会不会改善。如果经济持续转差的话，政策又没有回应，那当然股市就撑不住了。但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政策已经开始出手了。比如说，中国在应对通缩和行业内卷的问题，重点是恢复那个企业的那个盈利，而不是单单靠刺激。我没有办法确定确切的判断这波行情还能够持续多久。我相信
也没有人能够确切的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们目前的那个研究观察以及最新的发展来看吧，只要没有黑天鹅事件或者是重大的外部负面的因素干扰的话，整体的动能还是比较偏正面的。嗯，嗯。像清秀，我想问你一个额外的问题，是你觉得你这里你们一定会有一些做一些未雨绸缪 Plan B 之类的一些策划的。那么在你心目中，你觉得黑天鹅事件会有哪一些呢？黑天鹅事件就是要看我们的格林岛怎么发哦展啊。啊，哦，Greenland 的那一个是不是？嗯。就是对对，这是区域性的一些 geopolitics 的问题吧。嗯，就如果是地缘政治这一些角力它加剧的话呢，就肯定不只是中国啦，全球都会影响到了，对不对，清秀？对对，你我好，都没有办法逃的。嗯。对，其实清秀，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把这个焦点转移回来，这个中国这一边，其实现在市场都在高度关注 DeepSeek 嗯。R2到底会在几时就是发布出来，然后过后会有什么细节，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吗？你觉得会再像去年这样子重塑整个 AI 的一个市场吗？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最近很多人很多投资者其实一提到中国 AI 啊，就只是盯着 DeepSeek R2，right？它嗯当然是很厉害的，性能也接近国际的顶尖水平，成本又低，又完全开源，又能够商用，对开发者还有从中小企业的那些企业来说呢，简直是及时雨。但我想提醒一点的就是，如果只看 DeepSeek 呢，可能会错过更大的机会。中国 AI 的创新啊，现在是百花齐放，不只是一个亮点。比如说，刚刚我们有提到阿里的千问三，他们用户每天都在用，而且它背后是那个很强大的那个大模型的能力。尤其是它在那个多模态和智能体 agent，我们说嗯它在这方面进步非常的快。还有在国际开源榜上的有那个01.AI 一系列，还有那个质朴的 GRM4，还有那个月之暗面的 Kimi，他们每一个这个模型啊，他们都有不同的卖点。但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盲目的拼那个参数，而是追求够用啊、好用啊，而且便宜。这恰恰是嗯当前我觉得全球 AI 最需要的一个转向，从烧钱堆算力变成效率优先啊、场景落地之类的。但对投资者来说呢，它意味着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不要只压住谁是第一吧，而是要看谁能够最快的变现。DeepSeek R2它很重要，但它比较像是那种点燃生态的一个火种，真正哦带来收入和利润的是那个成千上万基于这些开源模型开发的一些应用商啊、工具啊和服务等等。所以我的看法是，DeepSeek R2会继续推动市场的热情。但中国 AI 真正的那个竞争力啊，在于这个开放、多元、快速迭代的整个生态，所以不要只是盯着一朵浪花吧，看看整片浪潮。好，其实清秀，接下来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哇，刚刚你也是说了，因为其实在应该是许多人的认知，如果大家都是经常在使用，好像 ChatGPT 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美国那一方面的这些Gen AI 的这些机器人的话呢，他们肯定对中国只是认识一个 DeepSeek 而已的。可是刚刚你举列了很多例子出来，那我接下来想要问你一个问题是，随着中国有大量的这些公司啊入局 AI，然后也是有一些相关企业，他们也是扎堆上市了，所以你担心这个领域会不会出现严重的内卷，或是一些价格战之类呢？因为我们看到电动车就是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嘛，所以 AI 这一边会不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呢？秦秀，当然，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探讨。嗯我确实看到那个中国 AI 领域参与者越来越多，从大模型公司到芯片，到云服务，到应用层，看起来人山人海，眼花缭乱的。但我想说的是，短期有竞争啊，长期呢是看分化的。真正的内卷可能没有那么可怕，
反而是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科技发展路径，它跟美国是全然不一样的。在美国呢，AI 的游戏基本上是巨头的游戏，一般 OpenAI 啊、谷歌啊、Meta 啊、微软啊，背后是万亿市值、巨额资本、那个封闭的生态的，他们很强，但它的门槛却非常的高，新玩家是很难加入的。而在中国，AI 是全民参与的战场，有阿里啊，有百度这样子的巨头，也有刚刚我提到的01.AI、深度求索、智谱这样的一些创业公司，甚至是高校的实验室。中小型企业都在用开源模型做创新，所以这种自由的市场、多元的竞争和的环境里面啊，它反而能够催生更快的一些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比如 DeepSeek R2 千问三这些模型，它虽然不输国际的顶级那种顶尖的那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却非常的低，所以这不是偶然啊。中国嗯的科技它的爆发力恰恰是来自于它非垄断性和高密度创新，就像当年的光伏啊、电动车啊，一开始大家都说产能过剩嘛，结果呢，中国的企业在激烈竞争中把成本打下来，把效率提上去，最后它主导全球。所以，另外更加值得思考的是教育和人才结构也在支撑这个优势、这个趋势。最近有一份我不知道，伟健你有看到吗？就是全球大学排名，那一份名单它显示浙江大学已经要居全球第一了，而哈佛大学它甚至跌到第3，前10名有8所是中国大学啊。当然这不是综合的排名，而是在特定的科技和工程领域等等。但这说明什么呢？中国的科研体系正在快速的升级，有大量的年轻的工程师算法专家呀、产品经理他们是在实战中成长的，而不是只待在那种象牙塔里。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美国的那个顶尖大学的研究人员和教授，他们都有中国的背景，所以中国的人才，我要说的也不只是中国，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才也慢慢的在增加，而且越来越高端。所以回到内卷的问题我不担心太多人做 AI，我担心的是太少人真正的在做 AI，真正能活下来的就是那种能够把那些技术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收入，把收入变成护城河的一些企业。而中国这个呃千军万马齐上阵的那种生态恰恰是最适合筛选出这些赢家的土壤。所以作为投资者我们的策略是很清晰的我们会避开纯概念只是 PPT 的那一种概念吧，就聚焦有技术壁垒有收入验证有生态协同的一些龙头。所以这个 AI 的浪潮最终胜出的不会是最多的玩家，而是最深最实的那几家。简单的说呢，中国的科技加速它不是靠垄断的，它是靠嗯。竞争，不是靠封闭，而是靠开放，不是靠一个人跑得快，还是几个人跑得快，而是靠一群人要跑得稳，这才是能够真正做到弯道超车的情况。嗯。嗯，青秀，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的是呢，其实对比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这种，无论是就是 AI 这一方面，或是芯片这一方面的科技，你觉得中国目前有追赶上美国那一边的地步了没啊？你目前这样子来看，Jensen Huang 说中国只是 nanometer behind，我嗯哼我觉得各有各的卖点吧。，OK，当然美国现在还是领先的，觉得嗯中国呢正在赶，而且非常快速的有超赶的现象。就部分的中国 AI 芯片股，比如寒武纪它的估值确实很高，但它其实背后呢，它有更深层的一些战略的逻辑和地缘的现实的。
我们来说一个大前提吧。美国嗯对先进 AI 芯片的一些出口的管制已经持续了好多年。虽然说最近那个 NVIDIA 从向中国销售的那个 H200得到了那个特朗普的点头嘛，但这个解禁是永久的嘛。而这是在这种卡脖子的压力下倒逼中国快速的培育本体的一个替代的力量。所以现在市场上我知道的至少有4家上市的国产 AI 芯片，他们都在积极的突围。他们有哪一些？除了我们知道的很多人都认识的寒武纪，它还有 Byron 还有摩尔线程，还有 MetaX 木西，都是最近才上市的，而且他们的估值也非常的高。这些公嗯司非常，它目前的营收规模还是很小的，盈利还是不是很稳定，但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那个国家安全资产，哪怕短期贵了一点长期它是为了长期不被断供的情况下生存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估值，在 ChatGPT 刚发布的时候，那个 NVIDIA 的 PE 它冲到200倍左右之后的3年，它的股价涨了11倍。当然，它现在回落到40到50倍区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全球 AI 算力的唯一供应商，垄断的地位带来的定价权。那这些中国芯片的公司呢，他们没有垄断，他们只有竞争，没有定价权，只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刚估值更多的是风险的溢价、政策的溢价和未来空间的溢价。那回答你的问题，有没有泡沫？有，而且是集中在纯概念、没有收入和没有客户验证的一些公司。但真正我要说的是，真正有积累、有技术积累的、有订单、有政府支持的一些头部的企业，比如说寒武纪它已经在给百度、阿里做那种定制的芯片了。还有摩嗯尔线程已经打入了很多个那个省级政务云的那一些项目。这些公司的高估值，它其实是对国产替代确定性的一个前提的定价。所以我的结论中国 AI 芯片板块是有存在局部的泡沫的，但它不是系统性的泡沫。所以最终胜出的还是要把那种能够把那个技术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市场的一个公司。我觉得中国科技股呢，目前还处在早期的阶段吧。你可以对比那个 NVIDIA 几年前的一个情况，是还在投入期，还没到收割期。所以与其担心泡沫呢，就要看一下，要关注一下谁是真正在修那个水电债，而不是在放烟花吧，很关键的。好，那么秦秀，其实我们也来到我们访问的尾声了。其实秦秀展望着2026年余下的一些时间呢，你觉得中港股市有哪一些关键的赛道，或是一些政策的节点呢？因为我们也看到即将会推出一个什么5年规划嘛，是不是？就是比较倡导我们科技自给自足的嘛，中国那一方面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投资者是必须要留意的呢？秦秀。我觉得那个时机恰到好处，那个“十四五”规划已经去年正式收官了嘛，而今年是第一年“15”规划的第一年。嗯具体的一些配套政策将陆续出台的。我们为什么这样重视5年规划呢？我们回溯一下那个历史，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它始终与这个5年规划的科学部署是密不可分的。以刚刚结束的“十四五”那个为例吧，那个它的目标不仅全面达成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跟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等多个关键的领域，它其实是实现超额突破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时间去探讨“15-5”规划的细节，嗯但我们可以重点解读一下吧。那个“15-5”规划呢，它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那个7大核心的战略方向。它有哪一些呢？那个政策它聚焦的是在高质量的发展科技自立深化改革、文化软实力、绿色转型、国家安全和民生改善的7大方向。所以嗯呢，我们只要看着这7大方向，而且中国它正在以这个2035年为关键的里程碑。要记得这个2035年，它是系统性提升整体的那个经济韧性的，还有它的
科技自主的可控能力跟国家治理的效能啊，还有综合的整个安全水平，它的目标是达成中等发达现代化的国家。所以对投资者来说，该关注什么呢？说实话，就盯着这7个大方向走吧。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但是很简单，很宏观。对，但是政策就是最大的风向标啊，跟着走的话，大概率不会太错。当然，政策也不是万能的，但对，忽略政策的方向啊，在中国市场很难长期胜出的。所以政策在中国这一方面还是占比较重要的一个风向标了。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如果是对于一个就是我今年我想要投资在中港股中国这一方面的市场，你觉得你会建议投资者要采取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策略呢？就是要怎么样配置啊，什么领域我需要关注的之类的。当然呢，7大方向里面有包括很多个领域。那科技当然是最大的另外就是 biotech， 如果是在中国方面就是 biotech，医药创新药方面的当然还有一些就内需嘛，我们说内需很弱，但如果政策发力的话，那个内需回来的话，那些内需股还是有潜质的。当然我们也不要一昧的追高，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投资者呢就说股市很好，大家就一窝蜂的追高，但就突然间就那整个股市就进入那个回调的状况，然后投资者就说中国不能够投资的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是要很有策划的、有策略性的投资，也要有一定的那个要分配那个diversification 吧，就是不要全部丢向那个中国。还有看看美国如果有回调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机会。那马来西亚也是一个机会，有一个比较多重的、比较 diversified 的那个 portfolio， 其实对投资者是比较理想的。好的，非常感谢秦秀，你这一期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非常好的一些建议，还有一些知识，这一方面给我们科普一下中国那一方面到底有什么科技生态，到底发展成一个怎么样的样子。非常谢谢你，秦秀。谢谢你，见。好的，非常感谢清修给我们带来那么精辟的分析啊。那么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又有什么看法？如果是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了。如果你们有任何想法或是看法、意见的话呢，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处和我交流。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会。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